我发现我吃过酸菜鱼，但我没吃过酸菜鸡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试试看。今天香料的部分用的很简单，只打算用点草果和生姜，把它们都拍一拍。怎么飞出去了？拿回来。又飞了。拍3个东西剪2次。开始炒鸡，先在锅里少放点油，然后就把鸡油也放进去。我还有一些之前炒菜用剩下的火腿，把火腿的油也和鸡油一起炼出来。这个油里面有些水分，所以它非常的炸，虽然说有点危险，但还是把火开小，然后坚持下去。尤其是像火腿或者腊肉的油炒过的鸡肉，真的会香很多。现在已经出了好多油，炒得差不多了，灶台边上已经是一片狼藉，就可以把鸡肉倒进去。今天我买的是半只鸡，鸡肉也是自带水分，所以要不停的翻炒，把它自带的水分给完全炒出去。像这样炒到没有什么水分了，它的油又变回清澈透明的样子的时候就可以了。直接加开水进去。朋友们，油锅里加开水就是这样的盛况，中途可以暂停几秒，让它冷静一下再继续加。炒过的鸡肉就是刚加水了1秒，颜色看起来就不错了。因为我买的鸡肉是店家号称是土鸡，但其实不是土鸡的那种鸡，所以可能还是要煮上1-2个小时的。我就先不放酸菜，先单炖一下鸡肉。买鸡肉的时候，老板还赠送了点鸡血。这个东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麻烦。先焯一下水，不用等水开就直接把它倒进去。其实我没怎么处理过这个东西，但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。如果嫌麻烦不想切的话，就可以像我一样用一个铲子，直接在锅里就把它切开。只是说形状会没那么规则。现在锅里有很多血沫，那也是正常的，毕竟它就是一坨血。煮了几分钟之后，它的水就神奇的变清了耶，应该差不多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然后冷水冲洗几次，把它泡在冷水里就好了。炖了好一会儿了，我来检查一下。看起来还行，闻起来也还行。如果是很好的鸡肉和火腿这么炖的话，我就不会想加别的东西了。不过今天只是还好的鸡肉，所以就来切一下酸菜。这个是没有盐的酸菜，所以我就简单冲洗了一下，不用泡水什么的，我就把它切成段吧。好大一颗青菜，它中间还有根杆，把这个杆也切小一点，感觉有好大一堆啊。我在想，既然都加酸菜了，我还有几个白蘑菇，要不也加进去算了，就给它切成2半，因为白蘑菇缩水的特别严重。哦，然后还有刚才焯水好的鸡血。天哪，已经快要超出这个锅的承载能力了，满满一大锅。我就趁机把盐也加了算了，不要恐慌啊！虽然看着是一大堆盐，但这个锅里面有很多的水和料，所以其实不会咸的。幸运的是锅盖还是盖得上的，就继续炖煮。一共差不多煮了2个小时了，看起来像一锅乱炖。我来尝一下味道，味道竟然还不错，而且有轻微的方便面味，不知道哪里来的。最后加上一把小米辣，一大把青花椒，再来点蒜苗，最后撒上蒜苗叶子就可以准备开吃了。最后加了青花椒和蒜苗以后，闻起来也太香了吧！看这个火腿皮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当然，火腿本尊也是，连鸡肉看起来都还不错。我就先尝块鸡肉吧。鸡肉已经完全入味了，可能因为我酸菜放得多，即使没有加醋啊什么之类的，也能吃到酸味。这个鸡肉虽然算不上品质最好的那种吧，但它煮了2个小时也没有煮散掉。我觉得鸡肉煮散了就不好吃了。酸菜的味道已经跟这一锅融为一体了，尝不到什么超出平均水平的酸味，就像在吃某种菜。至于火腿，就是谁能不爱呢？我这个是1年的火腿，比较嫩的那种，所以吃起来完全不柴。但炖鸡里面最好吃的就是火腿的皮，又黏糯又略 Q 弹，很难在别的食物上获得这种口感。鸡血也很好吃，我觉得所有血制品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它了。虽然可能因为比较嫩，所以比较容易碎，但它真的超级吸汁，就感觉鸭血什么的就做不到，还很鲜。至于蘑菇的话，就感觉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也许它微妙的让这锅好吃了。要这么想。我还做了一个胡辣子的蘸水，但其实不蘸蘸水感觉味道也完全够了。
一般做酸菜鱼不是最后要放上干辣椒啊、蒜之类的，然后泼油激发它的香味吗？今天我本来也打算那么做，但是后来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它的油已经挺厚的了，就只是放了点小米辣和花椒进去煮了一下。这种炖的东西要想好吃，汤就必须好吃。这个汤就是又鲜，然后微酸微麻，所以整锅东西不会觉得哪里味道不够。昨天走在外面的时候，突然天降暴雨，把我淋成了落汤鸡。这样一锅热腾腾的酸菜鸡，正好适合抚慰我的心灵。虽然略晚了一天。